啊，像这一台车，其实因为它的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采机械增压的引擎。我们一般不管是什么重机，它一般大部分都是做自然进气。对。啊，川崎因为它是做航空的，它川崎重工原本就是做航空的，那它很多会把一些空气力学的东西把它用在机车上。对，所以像那个六眼魔神，像利叉10R，它有一个技术叫做冲压空气，就是我今天在骑快的时候，那我们今天冲压空气的技术就是我利用我骑快的那个风阻，增加它空气进到引擎的那个压力。对，那当然这一台它是用外力增压啦，就是用所谓的我们一般外力增压，我们马力要大2个方式，一个叫做机械增压，一个叫做涡轮增压。对，那涡轮增压它是用你的废气经过涡轮叶片去加压，然后再回送到引擎室里面。所以涡轮增压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是无偿的。对，那为什么涡轮技术它没有普及在机车上面？因为涡轮它有涡轮迟滞。对，那有时候你可能骑到一半，你可能你今天骑机车，你入弯的时候，突然涡轮叶片转动了，你瞬间的那个力道可能会把你甩出去。对，所以为什么涡轮它没有用在它的技术没有用在机车上？那像川崎它为了要打造说超级摩托车，它就把机械增压的技术用在机车上。对，所以这台当然相对是比较重的，这台车237公斤。有一个双生车款叫 H2R，它是同一颗引擎啊，但是它是采用碳纤维的车架，然后它在引擎的调教是不一样，它有310匹马力，那个是目前市售跑最快的车种，所以 H2 也算是沾 H2R 的光。对，所以为什么这台车的热门程度这么高？因为它后面还有出它的衍生车款，包括力 H2 或是 H2SX， 它是跑旅，力 H2 是街车，那它都是采用机械增压的设计。对，那像机械增压的话，它就是机械增压原理有点类似，它的原理就是我今天牺牲掉引擎一部分的动力，去驱动它的机械。对，驱动它的机械之后，它会把增压的空气再引进去引擎室里面。对，所以它跟汽车冷气有点像。汽车冷气是我牺牲掉引擎一部分的动力去驱动冷媒压缩机，那机械增压是我牺牲掉一部分的动力去驱动它的机械。所以它可以炸出比一般的车子还要更大的马力，在同样的条件下。对，当然这一台啦，你真的要讲极速，它是 H2，铃木准跟六眼魔神应该还是目前自然进气市售车里面最快的车款。对，啊，像这个有没有？它这个是鱼眼灯，它是原厂 LED 哦。啊，但是这个验车怎么办？验车，它这台比较特殊，这台你如果没有安审资料的话，你这个要变回原厂灯泡。但是原厂灯泡这个不知道去哪里变，因为这台我好像有帮别人验过。那像这个你泄压的时候，因为你机械增压，它增压之后它要泄压嘛，你泄压的声音会从这边传出来。然后这个它这个是正碳纤维的，你摸后面就知道了。碳纤维的。对，有没有有颗粒？其实你这种等级的车啦，你如果用水转印，蛮绕赛的。对，这个一定是正碳纤维的。它卡钳，它的刹车系统，它是用 Brembo 的碟盘 ，Brembo 的卡钳，这个就是 M50啊。这是辐射卡钳。对。啊，我们开一下仪表看看。你看，这其实很多功能。对啊，你看它指示灯很多。它这台车其实它有 TCS， 它也不算 TCS， 它叫 KTRC 啊，就是它的循迹防滑，因为它有3段。对，然后什么电子快排啊，起步，反正这跟飞机要起飞一样。这好像都 Brembo 的。对啊，它这个是油压式的那个离合器。对，对，它包括它的这个总泵、分泵整套都是 Brembo 的，而且这都是原厂的，这都是没有改过的。它的这个刹车，这个也是 Brembo 直推的。对。它整套其实这种等级的车子应该用到这种配备很正常啊。对啊。那这是什么？它这个叫做防甩头。防甩头。对，欧老师的。那它这个是电子式的。原厂啊。对，这都是原厂的。像它这个烤漆是什么颜色啊？
它这个有点偏绿色，现在啦。现在。对，它这个是有点类似电镀面的烤漆，那这周围都是绿色。所以它会反光出来会变成有点绿色的感觉。了解。这个车子其实我昨天有洗过。我不知道它到底要不要打蜡，因为我怕说上面什么化学物质会不会说去破坏它这个烤漆。对，所以这个我本来不知道说这个车怎么洗，所以我就只有用洗车精把上面的污渍洗掉，而再来就是你手摸在上面。都会有指纹，有没有？指纹就出来了。对，有点类似镜面烤漆的。现在的坐垫是后座是不能坐人的啊？对啊。你觉得这台车跑到200、300公里的时候，你敢坐在后座？不敢。所以它也没有脚踏啦。对。它这台车是没有脚踏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刚才在下车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我们拉得很辛苦，就是因为它没有脚踏可以拉。对。排气管这边好特别哦。对啊，因为他们是坐飞机引擎的。飞机。对啊，所以它这个都会有做类似涡流的造型，有没有？难怪。对啊，那像它这个是KYB 的后避震，原厂它 mark 有直接打在上面 logo。对啊，车主蛮顾车的，它的引擎的不管 case 还是侧边都没什么伤。对，代表它没有倒过。对，我们来发动来听听看看。转速的时候，它这边仪表会有一个很像钥匙的符号启动，所以你只要放开油门，就会有一个泄压声。对，最爽的就是这个声音，会买这个车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试车看看。对，真的不是的，我试一下。是200匹马力，但是它有13.6公斤牛顿米的扭力，也就是说你过弯你的油门要很细腻，不然你很有可能会被车子的动力甩出去。这边我稍微保守一点，你看我被超车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上面是比较平的路。它方向灯是跟上下的功能界面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它方向灯比较不好打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它这个低档位瞬间的力道非常的大。泄压声很舒服。4大平衡都骑过了，可是我没骑过像这个瞬间力道这么大的。我这个油门如果没控制好，这个会直接去撞墙。起步没控制好就会像这样。它这个。Brembo 这个手感真的是刹车跟离合器手感加起来都还不错，很少油压死的离合器。它只要超过5000转，它的机械增压就会启动。有的时候发现仪表上面会有一只很像钥匙的符号，对，那你放油门就会有泄压声。这声音就是。爽快，虽然我知道它有前期反滑，可是这个力道大到你会觉得说它好像吹大力一点会翻车，然后你就会上明天的社会新闻。
快报：昨日一名屁孩自称板桥车神，骑着100万重机孤轮耍帅不成，反而翻车。这个压力大到，要骑，我发现你塑胶车骑100，跟你这台骑100，心里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台很重，你要操控它，你会有压力。塑胶车骑100没有感觉，而且轻吹就100了，油门要非常细腻。我感觉骑到8000转，快见上帝了。有很多那种 YouTuber 都可以，要骑这种很凶的车都可以骑得笑笑的，这个我做不到。心脏没那么大个。亮油灯的。骑这种很吵的车子，就可以油门当喇叭在用。亮油灯的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实测影片就到这边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愿意支持我们，在底下留个言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然后你想看我们拍什么开箱，欢迎底下留言。OK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隧道，这个进隧道的时候拉闸，4档变1档。